一颗泡沫球里藏着一颗白色的珍珠，和10万颗糖豆里藏着一颗黄色的子弹，哪个更容易找出来？他们要挑战从4种不同的球里大海捞针，谁先找到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第一关是在1000万颗泡沫球里找一颗白色的珍珠，泡沫球填满了整个房间，而珍珠的尺寸又很小，想要找到它比海底捞针还要难。3个大男人竟然莫名的有些兴奋，躺在泡沫球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黄毛往前一趴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大大的插号，预感很不好。他转动转盘，转到了绑住双腿15分钟，黄毛变成了美人鱼。杰克和乔治一点也不羡慕他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连珍珠的影子都没有发现，而杰克也找到了一张纸条，还是惩罚的，蒙上眼睛5分钟，一个是瘸子，一个是瞎子。乔治感觉机会来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钻到桌子下面去寻找，但是却找了个寂寞。杰克的惩罚时间到了，他解放了双眼，只是消失不见的珍珠让他和瞎子有什么区别？主持人拿来3个容器，在里面加入神秘的液体，当接触到泡沫球时立马就被溶解。30秒的时间可以让整块泡沫板消失吗？谁溶解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1次，失败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把泡沫板掰开小块，然后放进容器里，一边溶解的同时一边往里塞。很快30秒结束，主持人比较了一下高度，杰克溶解的最多，乔治的最少，所以他要转动惩罚的转盘，转到了用胶带绑住双手，而且还不限时。杰克转到了使用鼓风机1分钟，小小的鼓风机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他也只能盲目的浪费时间。好在他又找到一张奖励的纸条，使用金属探测器1分钟，这破机器走到哪里想到哪里，难道这地面也是金属的吗？再说和珍珠又有什么关系？很快1分钟结束，他们继续用手接着寻找，泡沫球是软的，珍珠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乔治又找到一张纸条，使用磁铁1分钟，他拿着磁铁到处去吸，这宝贵的1分钟说啥也不能浪费。结束才发现珍珠好像不是金属的，所谓的奖励也不一定是奖励。主持人提议让他们藏在泡沫球里，最后一个被找到就能再次转动转盘。黄毛和乔治戴上透气面罩就钻进了泡沫球里，而杰克却躺在了桌子上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果不其然，等主持人冲进来，眼睛只盯着泡沫球，很快就找到了黄毛。他检查了每一个角落处，不小心踩到了乔治。杰克去哪了？摄影师的猪叫声暴露了目标，藏在这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5分钟，把其他2人支走以后，房子里只剩下杰克1人了。他独享着来之不易的空间，很快就发现1个人寻找和3个人寻找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依然还是找不到。很快5分钟结束，其他2人也加入了寻找，几乎找了5个小时，仅有的耐心也快用完了。这样的比赛看似简单，其实很折磨人心。只有黄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好像摸到了什么，拿出来一看，真的是那颗珍珠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小的珍珠竟然被他找到了，这绝对是运气爆棚。黄毛沉浸在喜悦中，兴奋不已，一切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这一次他们在10万颗糖豆里放了1颗黄色的子弹，糖豆和子弹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体积很小，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老王提议可以在里面加入水，糖豆容易溶解，而子弹不会，只是这么多的糖豆溶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都是黄色的，一样很难找。主持人建议他们用嘴巴去找，一口咬碎就是糖豆，硌得牙疼肯定就是子弹。这个方法通俗易懂，3个大男人秒变3只大鸟，开启了鸡刀米模式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主持人决定让他们凭本事获取奖励，用手中的玩具枪击中前面的水杯，谁打落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每个人有5颗子弹，黄毛第一个先来，瞄准目标开始射击，枪法一点也不准，只打中了2枪。他的成绩是9个水杯。轮到老王了，他的枪法很准确，第一枪就打掉了大部分的杯子，好像高兴的有点太早了。接下来的4颗子弹全部打偏，老王的成绩是7个杯子，而乔治不慌不忙，淡定的打了3枪，杯子纹丝不动，2位对手却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最后1枪终于击中了目标，打掉了11个杯子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单独寻找10分钟，其他2人只能在边上眼巴巴的望着。这些糖豆坚硬丝滑，乔治躺在里面得意忘形，或许玩一整天都不会够。他扒开一颗一颗的糖豆，均匀统一的颜色实在头晕，而那颗子弹又很相似，一个人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啊。很快10分钟结束，继续开始第2个挑战，往玩具枪里面装子弹，谁先装满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3个人同时开始把子弹挤出，然后赶紧装，手忙脚乱，子弹还小。黄毛首先完成了任务，数了一下1颗没少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糖豆有些重量，而子弹很轻，只要吹上一口仙气，飞出去的肯定就是子弹。听起来好像不错。黄毛掩饰住内心的小激动，若隐若现的开始尝试，生怕被别人发现了。只是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们继续开始第3个挑战，蒙眼装糖豆，
不多不少，每人100颗，必须把糖豆装进另一个杯子里，谁装的最多就能赢到放大镜。老王蒙上眼睛，主持人悄悄把水杯放到一边，没想到老王的第六感这么灵敏，竟然找到了水杯。他凭着记忆一颗一颗的往里面放，虽然洒出去很多，但他的方向是对的。最后数了一下，装了44颗糖豆。轮到乔治了，这一次杯子放得有点远，他用糖豆听声辨位，希望能找到杯子。牺牲了那么多糖豆，终于找到了，于是一鼓作气把剩下的全部倒进杯子里，结果一颗没进去，他只装了1颗糖豆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只是他的运气太差了，始终找不到杯子在哪，直到丢完了所有的糖豆，黄毛的杯子空空如也。这一关老王赢了，他拿着放大镜开始寻找，仿佛又多了一只眼睛，但是子弹不知道被翻去了哪里，加上放大镜依然找不到踪迹。第4关挑战是踩气球，谁先踩完就能赢到手电筒。3个人一起开始了比赛，用力踩爆脚下的气球，再把墙上的一一扎破。乔治的速度很快，但无需发一次性击中了白色气球。主持人告诉他手电筒的作用，塑料子弹在光照下会发光，所以找到的几率特别大，但是只能使用5分钟。为了方便寻找，特意关闭了现场的灯光。乔治扒开一层一层的糖豆，在光照下颜色统一，并没有变化。突然一个亮点出现，他紧紧捏住，终于找到了那颗子弹。多亏了手电筒的帮助，寻找了4个小时，太不容易了。幸运的乔治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它呢？听说水晶球越多越好玩，于是他们在里面放了1颗金豆子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。水晶球光滑 Q 弹，而金豆子会沉入池底隐藏起来，所以想要找到它不亚于海底捞针。3个大男人莫名有些期待，水晶球的质感可以玩上一整天，只是里面的水温很低，但是奖金却很诱人。他们在里面扒拉了半天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主持人拿来3个水桶，每人选择一种颜色的水晶球，谁先装满水桶就能获取一个线索。老王选择收集蓝色的水晶球，黄毛选择收集红色的，而乔治很聪明，黄色的居多，一抓一大把。他们坐在一起安静地捡小球，好像小时候捡豆子的场景。老王快人一步，首先装满了水桶。主持人偷偷告诉他，金豆子是黄色的，这个线索很意外。老王一转身就分享了出去，告诉他们金豆子是绿色的。狡猾的老王也太天真了，连小孩都知道金豆子是什么颜色，这又不是什么机密。老王忽然觉得上当了，这主持人也太坏了。3个人继续寻找，水晶球是软的，金豆子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会发现。看到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主持人忍不住跳进了圈子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寻找的乐趣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金豆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，于是开始第2个挑战。助手把10个弹力球藏进池子里，1分钟的时间，谁找到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他们开启翻找模式，弹力球比水晶球大一些，但是翻来翻去，位置来回移动，只有乔治找到了2个，其他人一无所获。他的奖励是一个渔网，把水晶球盛出来就能挨个筛选，只是这种方式太慢了。乔治索性把小球榨成汁，捏不动的肯定就是金豆子。主持人坐在里面不舍离去，他不相信这样的比赛有多难，非要加入他们一起寻找。助手送他们1人1副手铐，唯一的钥匙就藏在水晶球里，谁先找到就能解放双手。被铐住的感觉太难受了，他们只能用心去找钥匙。黄毛身材瘦小，轻易就翻转了双手，而乔治和主持人怎么也翻不过来，但他竟然发现了装钥匙的盒子，其他人赶紧去抢。乔治紧紧抓住不愿撒手，黄毛使出全力掰开他的手，一下抢走了钥匙。黄毛解放了双手，获得了自由，他还赢到1个盆子。其他人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虽然没了双手，用脚一样可以找啊。助手为他们打开手铐，继续开始下一个挑战，谁先把水晶球投进前面的杯子里就能赢到奖励。4个人轮流去投，这样的距离有些难度。乔治运气很好，终于投进了1个，他的奖励是1根管子，金属碰到管子会发出声音，所以很有机会找到金豆子。乔治半信半疑，一边搅拌一边仔细听声音，就这样弯着腰寻找，而队友却在找机会整蛊他。乔治好不容易寻到的声音，回头一看竟然是人工的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是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寻找。突然一个清澈响亮的声音响起，他试了很多遍依然存在，把手伸进管子的底部，1颗闪亮的金球浮了上来，他终于找到了金豆子。将近6个小时的比赛太不容易了，恭喜乔治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这一次他们把透明的水珠放进了透明的水池里，难度升级也预示着更加好玩。偌大的泳池水很深，海珠子一点痕迹也没有，想要找到它简直难如登天，看是看不见了，他们只能靠着触感去寻找。半个小时后，3个人没有任何收获。主持人拿来1个防水眼镜，谁能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最长就能得到它。3个人一起沉入水中，努力地坚持着，多1个辅助工具就多1分希望。老王坚持了35秒，阿伟坚持了44秒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拿到了防水眼镜，
有了他的辅助，再也不会担心眼睛进水了。主持人拿来3盒乒乓球，让他们依次放进水下的网兜里，一次只能拿1个球，谁先完成就能赢到新工具。3个人一起拿球，然后潜入水下寻找网兜，距离并不远，他们必须来回循环把小球全部放进去。阿伟很快就找到了技巧，左边2步拿小球，右边2步放网兜，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务。这一关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潜水面罩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再也不用担心脑子进水了。但是海珠子不但体积小，还会隐身，就算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一定能找到。主持人下水试了下，确实毫无头绪。他提议开始第3个挑战，让他们比赛游泳，谁能快速返回就能拿到新工具。3个人疯的一样冲出去，快速游到对岸开始返回。阿伟和乔治紧紧相连，但还是阿伟首先碰到了岸边。第3关还是阿伟赢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对脚蹼，穿上之后就像鱼儿一样身体灵活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淹死了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让他们在水下灌篮，谁能投进就能获得新工具。小篮球轻飘飘的，扔出去就会浮在上面，正常人应该投不进吧。他们轮流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老王这次运气很好，竟然投进了，他终于赢了一次。新工具是一个渔网，只要在水中网来网去，很有可能会网到海珠子。历经了3个多小时，身体没有泡发，他们倒累坏了。老王索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无奈放弃了挑战。阿伟和乔治还在继续寻找，只要他还在泳池中就不会放弃。阿伟窝在角落里好久没有动弹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他竟然找到了失踪的海珠子，太不容易了，肯定是阿伟的坚持感动了他。主持人发现尺寸好像变小了，但他没有怀疑，还是把奖金给了阿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找到他呢？住在10米深的地下掩体和住在5米深的地下棺材里，哪个让人更难受？他们要挑战在5种未知的空间里极限生存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到奖金。第1关挑战住在10米深的地下掩体里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会赢到10万奖金。这里没有网络，没有时间，更没有窗户，如此灾难幽闭的环境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阿伟心怀期待地进入了地下掩体，仅有9平方的空间还不算太糟。他快速翻遍了所有的物体，并没有发现食物、水源和厕所。节目组该不会是忘记了吧？这时突然看到墙壁上的线索，才意识到还可能存在其他的房间，入口到底在哪里呢？阿伟移开床头的柜子，终于发现了隐藏的通道。他顺着入口爬进去，在转角处看到了第2个房间。这里果然存放着食物和大量物资，还有一条通往第3个房间的隧道。阿伟解锁了重要区域卫生间，如果吃喝拉撒都能解决的话，那独自生存7天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只是来回穿梭3个通道之间非常耗费力气，他很担心万一有一天拉肚子还能不能赶到厕所去。接下来阿伟仔细清点了所有的物资，尽量分配出7天所需的食物和水源，然后睡一觉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但是3个房间都没有电源开关，睡觉不关灯属实有点为难。第1天过得还不算太糟，第2天阿伟在不知时间的密室里继续生活，他感觉有点胸闷出汗，可能是因为空气不流通的原因，但是习惯喝茶的他执意要烧一壶热水泡茶，导致这个房间更加闷热了。阿伟只能带着食物离开，前往1号房间。他卡在隧道里艰难的爬行，简单吃个饭怎么就这么难？仿佛只有睡觉才能让时间过得更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肚子的不适感将他喊醒。阿伟快速爬过2条狭长的隧道，直冲厕所，真怕晚一点会拉到裤子里。他把毛毯钉在墙壁上做帐篷，遮住灯光，睡得就能安稳一些。这一次他睡得很沉，完全没有感应到密室的变化。不知从哪出现的水逐渐淹没了地板，连同其他的房间一起变成了池塘，而且水位还在不断升高。阿伟被哗哗的声音吵醒，瞬间吓傻了眼睛，他以为是上面下雨了才会漏水，殊不知节目组会让你这么容易拿走奖金吗？他赶紧用沙袋和被子堵住出口，这么多水，如果有电源在地上就更加危险了。阿伟趟着污水前往其他房间检查，他很疑惑这是什么突发情况，难道节目组的人看不到吗？现在还不是发牢骚的时候。阿伟突然想到便携的马桶还没有查看，这要是侧翻了不得变成污水池啊。他快速找到一个框架，将马桶架高了一些，然而救援工作还远远不够。随着水位慢慢升高，第1个房间马上就要沦陷了。阿伟快速折返回去，将重要的床垫钉在了墙上。灾难进行得如此之快，他顾不得绝望，顾不得崩溃，只想拯救一些物资，挺过1秒是1秒。马桶又要差点侧翻了，阿伟只能继续垫高，远离水位。这糟心的房子还能住人吗？他试图向摄像头求救，但是节目组没有一点回应。阿伟跑来跑去，累得双腿发软。这第3天他过得很辛苦，在他睡觉的同时，水位还在升高，仅差几公分就淹没通道了。想要前往下一个房间，只能露出半张脸来呼吸。他决定放弃1号房间，留在有食物的区域才能不被饿死。看着淹没的密室，他也想过放弃，但是在水中泡了这么久，还有比这些更残酷的吗？阿伟坚信这一天挺过去就好了。他躺在2个货架的中间睡一觉，被淹没的密室看着就很危险，而唯一的通道彻底被淹没了。第4天，他准备待在2号房间，哪也不去，有吃有喝他还能坚持。不得不说，阿伟的心理非常强大。
守着粮仓吃得很是开心，但却忽略了上厕所的困难。被淹没的通道如何穿过去呢？想想都有一种窒息的恐惧。阿伟为了保留唯一的空间不受污染，决定要去卫生间解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潜入水里，快速游向3号房间，憋得脑瓜子嗡嗡的。来到厕所才发现，好像在哪解决都是一样的。他再次憋气返回2号房间，这一来一回差点尿了半条命。他发誓再也不去厕所了。本以为这已经是比赛中最难的模块，没想到突然停电了。阿伟变得更加崩溃。淹没的密室，黑暗的地下掩体，他还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吗？还好有手电筒照亮了唯一的希望。阿伟不知道度过了几天的时间，但他始终坚信距离成功不太远了。第5天的时候，水位慢慢下降了一些，恰好在货架上发现了一块备用电池，只要返回1号房间连接上插座，或许能打开灯光。阿伟熟悉一点皮毛知识，没想到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当灯亮起的那一刻，阿伟激动得快要哭了。久违的光明瞬间覆盖了黑暗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。他又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，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明显恍惚了很多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再年轻的小伙也撑不住啊。接下来的时间他准备好好睡一觉，不管几天几点睡着，时间过得肯定快。第6天的时候，阿伟一直待在1号房间，他穿上一双新鞋，准备随时可以出去，但是不确定有没有住够7天。他能做的就是一直等着，无聊的等着，再也没有刚进来时候的兴奋了。在密闭的环境独自生活真的很压抑。突然一声巨响将他拉回了现实，阿伟不确定是哪个房间怎么了，赶紧游过去查看。2号房间的通道塌方了，这一幕他看得心惊胆战，如果砸在自己身上，那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。阿伟意识到待在这里很危险，赶紧向1号房间游去。此时备用电池也没电了，双重的恐惧再次袭来。阿伟无助地躺在床上睡觉，就算睡不着他也不会起来了，就这样在黑暗中等着。时间1分1秒的消失，终于熬到了第7天的晚上，节目组敲响了大门，提醒他可以出去了。Денщик! Уя! Денщик! 阿伟来到出口处向上看去，新鲜的空气，久违的天空，他激动得溢于言表。7天的末日生活太难熬了。阿伟挑战成功，赢到了奖金，身上臭烘烘的味道，他只宠摄影师1人。第2关挑战住在地下5米深的棺材里，如果能生存7天，就能赢到10万美金。幽闭的环境让人窒息，他还来不及再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就被泥土遮住了天空。吉米有些慌了，还活着就被埋的感觉非常可怕，再加上挖土机的重量，整个盒子都在颤抖。他很怕棺材盖会突然裂开，好在节目组在每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外面的人可以清晰地观察他的状态，如果坚持不下去可以随时离开。挖土机很快填平了深坑，活埋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在接下来的7天里，吉米要一直躺着住在地下，这里面有一些食物和1桶20升的矿泉水，他不用担心会被饿死了，还有一些日用品或许可能也用不上。幽闭的环境还没有适应，吉米很担心会窒息而亡，他希望对讲机的另一头有人一直陪着他。显然小助手们并不愿意，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战场。吉米决定睡一觉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希望明天还能睁着眼醒来。第1天在拥挤和害怕中度过，第2天醒来，他决定把唯一的裤子变成短裤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随便吃一袋预制菜，肚子不饿就不想加。而外面的小助手们正在他的坟头吃烧烤，吉米却不敢多吃，如果哪怕微拉一点点，也会让挑战更加困难。剩下的时间就很无聊了，他只能敲打棺材制造娱乐，一只袜子也能当做玩具。迷惑的行为让人不解，或许这就是无聊透顶的举动吧。小助手将一根管子塞进了泥土里，竟然碰到了吉米的棺材盖，然后用吸尘器吸掉管道里面的泥土。他要用微型摄像头看一眼地下的吉米，他们玩得很开心，完全不顾及吉米的情绪波动，被人撩一下就跑的感觉很失望。这时突然出现一只苍蝇，让吉米更加心烦，真是哪哪都少不了你。他已经连续躺了2天了，身上只有一种感觉 back pain, back pain, back pain, and maybe some back pain。难过的感觉更加强烈，但是第3天会越来越糟。下了一夜的暴雨让他的墓地更加凄凉。小助手问他还活着吗，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，是在装睡还是嘎了？小助手们决定换一种方式叫醒他，他们搬来15个音响放在他的坟头，然后一直按喇叭，刺耳的声音果然传到了地下，吵醒了沉睡的吉米。上面在疯狂地开派对，低音炮的声音仿佛可以穿透地面，连同棺材一起摇晃。吉米发现一颗螺丝松动了，很担心棺材板承受不住震动，希望他们赶紧停止。小助手们也只好作罢。吉米决定运动一下，防止双腿萎缩，毕竟3天没有走路了，2只腿几乎忘记了使命。他找到2个只有3斤重的小哑铃，每天动一动保持活力。如果躺上7天，他不敢保证还能不能站起来。糟糕的一天即将结束，他又要开始睡觉了。外面的小助手好像一会也没有消停，他们连夜在旁边挖出一条地道，在第4天早上准时敲响了吉米的大门。这是什么骚操作？虽然不理解，但是看到久违的人类还是很欣慰。
仅仅对视了一眼就很想哭。等他们走后，吉米又开始了漫长的孤独。他明明很累，但是到了晚上却睡不着，这种感觉非常折磨人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哭。这一天他过得很郁郁，很庆幸第5天他还活着，但是却打不起一点精神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吃饭，甚至连节目组的日常问候也不想回应。他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，但是小助手们就想看他难受，完全不理吉米的呼唤，反而让对讲机飞得更远一些。他已经在地下躺了5天了，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熬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7天。又是一夜暴风雨。第6天早上，小助手按时喊他起床，这次吉米没有任何回应，直接关掉了对讲机。从录像上看到他很悲伤，不想搭理任何人。吉米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，他一说话就会想哭，莫名其妙的想哭。他很想离开这里。节目组请来家人和他通话，终于打开了一点心结，原来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我，还有家人需要照顾。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最难过的前6天都过去了，还会害怕最后1天吗？吉米决定再坚持，他要开始睡觉了，希望一觉醒来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第7天的早上一片晴朗，不敢想象他竟然在地下度过了7天，完成了一项一动不动的极限挑战。外面的人在庆祝胜利，吉米1秒也不想待在下面。小助手们开始挖坑，他们可能挖1天也挖不到棺材，还是挖土机的效率更高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跳出棺材了，只是很担心2只腿还能不能站起来。吉米看到挖土机的爪子推开了泥土，他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亮光，激动的再次流下了眼泪。当盖子打开的那一刻，他仿佛重生了一般。医生检查过身体以后，他才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有点头重脚轻晕晕的感觉。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，也赢到了这疯狂的极限挑战。第3关挑战住在完全黑暗的房子里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会赢到10万奖金。这里面没有网络，没有时间，更没有光源。在这极其压抑恐慌的黑暗中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陌生的房子经过处理，已覆盖了所有的光源。一场艰难的挑战再次开启。阿伟所处的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黑，好像被封印了一般，黑的让人可怕。只有在摄像机的红外线中才能看到他。阿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手扶着桌子，不敢往前一步。陌生的房子，黑暗的环境，胆子小的可能早就吓跑了。但他要在这里住上7天呢，必须找到吃的用的，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难题。眼睛看不见，只能依靠听觉和触感前行。他从卧室里摸到厕所去，又慢慢走到了门口，发现大门被锁住了，更不会有人能提供帮助。阿伟又回到了厨房，凭着记忆勾画整个房子。他猜到这所房子可能很大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卧室，摸到了2次推拉门，把他搞晕了。什么房子会装2扇推拉门呢？走着走着，再次错过了床铺。他记得之前就摸到过这根3脚架，于是朝反方向搜索，终于找到了柔软的大床。完全黑暗的房子，随时都会出现意外。阿伟走得很慢很慢，他在抽屉里找到了2捆绳子，或许可以用这些做一个指引路线。他以餐桌为中心点，将桌子的右腿连接到卧室，左腿对接厨房，又扯了一根绳子直接拉到了卫生间。只要记住这3个重要的方位，就能解决吃喝拉撒睡。闭着眼睛生活7天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他忽略了大脑应对黑暗的反应。才过去了5个小时就出现了眩晕，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阿伟在厨房的抽屉和柜子里找到了食物和水源，他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，只能依靠嗅觉来分辨火腿和面包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睡一觉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这才第1天就感觉到了恐慌和压抑，黑暗几乎是所有人的噩梦。第2天阿伟醒来感觉很不适应，眼睛睁开和闭着完全没有区别，他有些莫名的烦躁，脱离了人群，陷入了黑暗。这种困境让他很绝望，根本没有心情去做任何事。阿伟祈祷节目组的人能来看看他，哪怕有人跟他说上一句话。导演担心比赛会坚持不下去，于是派小助手前去查看一下。阿伟听到通知，赶紧返回到座位上，戴好眼罩等待有人进来。这么黑的空间，小助手也很震惊，他只有通过相机才能找到人。阿伟既兴奋又愤怒，黑暗的压抑他很希望向人倾诉，但是小助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阿伟以为出现了幻觉。Я тебя слышу. Ладно. Кусок алчи. 小助手只待了一会就离开了。阿伟又恢复了一个人的黑暗牢房，他落寞地爬上床，提前开始了睡觉。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光明，只有睡着了才能暂时忘记恐惧和绝望。第3天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。阿伟强制自己适应黑暗中的一切，想想盲人是怎样生活的，对比自己反而幸运多了。7天后就能重见光明了。这时阿伟突然看到了一束亮光，等他再次眨眼时又消失了。一瞬间的错觉，阿伟不停地寻找光源，心理专家却认为他可能出现了幻觉，大脑反射的一种强烈信号，提醒主人颜色这一块异常缺失了。阿伟感到烦躁不安，再待下去会不会变成疯子？小助手的探望时间到了，阿伟在摸寻眼罩时突然打碎了水杯，他来不及收拾残渣，及时戴好了眼罩。小助手这次带来了画板和画笔，阿伟希望他们能清理下地面的玻璃渣，如果在黑暗中扎到脚就太危险了。
但是小助手却转身离开了房子。阿伟无可奈何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他将抱枕扔到地上，踩着慢慢走到了门口，穿上鞋子就不担心扎脚了。然后拿一条毛巾摸索着将碎片堆到一起，在捡的过程中不小心扎到了手指。好在卫生间门口有台吸尘器，他在餐桌周围来来回回清理了好几遍，应该没有玻璃渣了。漫长的黑夜，阿伟决定用画画打发时间。小助手提供的彩笔竟然是水果味的，他看不见也能分辨颜色。这份惊喜支撑着一直画了好久，相机的红外线照不到白纸上的图案，导演也很好奇他到底在画什么。后来才知道他在释放内心的恐惧、不安和愤怒，仿佛这样才能缓解压力。这一天他过得比较充实。第4天，阿伟刮了胡子，整理了发型。他说服自己像个盲人一样好好生活几天，坚持下去终会看到光明。他解开了指引的绳子，每个方位几乎了如指掌，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快速到达目标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阿伟鼓励自己一定要战胜黑暗。小助手又来探访了，他发现阿伟闭着眼睛和他说话，几乎没有睁开过，而他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变化，甚至怀疑眼睛是用来干嘛的。睁开和闭上有区别吗？在小助手的提示下，阿伟重新睁开了眼睛。长时间的黑暗生活真的会改变一个正常人，这种实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第5天的时候，阿伟突然消失了，任何角落都没有他的身影。节目组的人赶紧去找，周围的街道分散搜索，终于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他。阿伟戴着眼罩，始终保持着黑暗。他说他很压抑，很想出来透透气，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。阿伟承受着实验的重任，再次回到了房子里。第6天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叹气，说不上来的难受情绪，就好像陷入了深渊中无法脱身，特别想念外面的家人和色彩斑斓的世界。他很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心理专家分析，这可能是黑暗引起的颓废心理，无助、焦虑和恐惧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他。这一天，阿伟过得很伤感。黑暗中，他几乎想起了很多伤心事，情绪低落到了谷底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小助手第一时间将他带出了房间。重见光明的一刻，眼睛变得非常敏感，他激动地哭出了声音。久违的光明，阿伟不敢睁开眼睛，没想到他竟然做到了。很难想象突然瞎了7天再次看见颜色的心情。阿伟重新回到实验的房子里，竟然跟脑中构想的布局完全不一样，比想象中小了很多。看来眼睛看到的跟猜到的天差地别。经过这次实验，阿伟就像重生了一般，相信他会更加珍惜这个多彩的世界。第4关挑战住在废弃的地窖里，如果能生存7天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周围的泥土很潮湿，里面不但有床、沙发，还有放东西的架子，就连厕所也挖好了2个洞。只要过完1天就划掉一个数字，请记住现在干净帅气的模样，等出去的时候或许连他亲妈都认不出来。小明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在孤独寂寞的夜晚可以相互作伴，再把房间稍微装饰一下，自己喜欢才会住得舒服。地窖的中间挖一个储水池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能喝到水了。忙活了几个小时，小明突然肚子饿了，但是没有吃的，他只能靠睡觉麻痹自己。小床的尺寸很小，这一夜注定睡得不踏实。第1天在新奇和饥饿中结束，醒来的小明还是很想吃东西。这时节目组送下来一部对讲机，里面的声音告诉他，饿了可以吃土啊，反正下面多的是。这导演也太狠了，当真一点食物也不给。小明看着满墙的黄土，在干净的地方挖下一大勺，他很抗拒，但是饿肚子一样很难受，刚放进嘴巴里就被未知的味道恶心到了。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，嚼了2口还是难以下咽，吃土的感觉太难受了。小明的决心让导演很感动，送下来1盒罐头，还好找到1节断掉的勺柄，也只能用这个开罐头了。试了半天竟然没打开，再用木板砸几下，小明忍不住吸了一口汤汁，久违的味道让他很幸福。这次他终于吃到了食物，希望这盒罐头能让他吃饱。吃完之后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而且又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他突发奇想为虫子兄弟做了一个迷宫，谁先找到出口就把他送到地面去。小虫子沿着路线很快到达了终点，另一只虫子却做了逃兵。小明信守承诺，把它粘在棍子上，直接扔了出去。小虫子获得了自由，而他还要继续待在下面。长时间的缺水让他现在特别口渴，很希望节目组能送来一杯水。这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铁桶，让他装满泥土来交换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想要多少都有，而节目组却不按套路出牌。我是想喝水，不是要洗澡，这么冷的天你想冻死我呀？导演很心虚，还是送下来一杯水。小明舍不得喝完，存起来一半，只是这睡觉的小床更难受了，湿漉漉的，到了晚上会更冷。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第3天，昨天留下的水杯也被弄脏，喝了一口满嘴的泥土味，外面不断响起刺耳的噪音。小明让他们不要闹了，然后把对讲机扔到了一边。这时墙壁上流下来很多污水，原来是下雨了。小明缩在角落里躲避雨水，小雨变成了大雨，地窖的墙壁全部打湿，泥块时不时的往下掉落，差一点就砸到了小明。他只好站在了中间，又饿又冷，再加上这么恶劣的环境，正常人1分钟都待不下去，不知道小明还能坚持多久。随后更多的泥土脱落。
眼看地窖就要坍塌，小明赶紧通知节目组放弃了挑战，这是拿命在冒险啊！小明扯着绳子逃离了地窖，他坚持了3天已是极限，7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很遗憾，小明挑战失败了。第5关挑战住在仅有1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只要坚持100个小时就能赢到5万美金。狭窄的空间还没有狗窝大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看着眼前的小别墅，岂能用小来形容？但是他并不担心，我有手机怕什么？进去之后才发现，比想象中还要小。别说转身了，蹲下去想起来都很难。还好这面墙壁是透明的，看起来没有那么闷。下面是客厅、餐厅加厨房，上面是卧室休息区。只是这么大的小床也太突兀了，竟然还有厕所。虽然只有35厘米宽，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。乔治开始布置房间，把带来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，空间变得更小了。不管了，先玩会游戏。很快过去了1个小时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背部几乎麻木，但是空间限制也没有别的方法。2个小时后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抓着上方的屋顶做运动，舒展一下老腰，稍微移动肚子还饿了。他问节目组啥时候开饭，而小助手却拿来了半熟的食物，想吃就自己做吧，在这里面做饭，你是疯了吧？求人不如求己，半熟的食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小电锅真不错，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着。乔治吃得很饱，不想动弹，看一部电影打发时间。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，他准备洗漱一下上床睡觉，刷刷牙，洗洗脸。好不容易爬上床才发现忘记洗澡了，只能再次挤进洗手间。为什么厕所里没有纸？算了，一次应该没关系。新奇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，半个身体躺在床上，不能伸直也不能翻身，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。乔治把头塞进置物架下面，勉强可以眯一会，但是一晚上的僵持，他的腿好像不能走路了。这样的床铺怎么睡才会舒服呢？第2天早上，节目组拿来很多玩具，只是这么小的房间应该怎么玩？无聊的乔治还是每个都玩了一遍。节目组好像看猴一样看着他，傻呵呵的也不知道在乐什么。今天的饭菜很丰富，吃完之后继续睡觉，睡着了时间就会过得很快。乔治睡得迷迷糊糊，浑身酸疼，腰不是腰，腿不是腿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他只能用玩游戏麻痹自己。这一晚上是睡了又好像没睡，乔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困住的小鸟，压抑至极。他很想逃离又不甘心，只能独自面对安静难过的夜晚。第3天早上，他的精神明显不好，疲惫加上快要断掉的双腿，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节目组找来保姆为他打扫房间，这么小的空间2个人怎么装得下？乔治尴尬的不知所措。小助手提议不如让保姆住下吧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讲。女朋友分分钟到达现场，他鼓励乔治再坚持一下。有了女友的支持，乔治又恢复了信心。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开始了漫长的煎熬。连续3天不睡觉，他感觉快要抑郁了。时间过去了1大半，现在退出太不值得了。还有1天的时间再坚持。第4天，乔治变得很懒惰，吃饭也越来越少，一直摆弄手机打发时间。好朋友前来探望，这样的房子一般人应该不能住吧？他的嘲讽乔治不以为然，反正你又拿不到奖金。朋友表示再多钱他也待不住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，节目组买了一个超大披萨奖励他，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。乔治怎么可能吃得完？还是分享给他们一起吃吧。又到了难熬的夜晚，既然睡不着，那就不睡了。乔治整夜站着看电影，还是腿疼。4天没有睡觉，他变得精神恍惚，很想念家里的大床。节目组告诉他还有4个小时就成功了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他心里高兴，却又表现不出来，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。剩下的时间他一动不动，好像抑郁了。时间开始倒计时。乔治终于走出了小房子，他挑战成功了。这个挑战太难了，好几次都有过放弃的念头，没有过硬的意志力根本做不到。如果在自己家玩捉迷藏，你会藏在哪里才能不被找到呢？这是土耳其版好玩又刺激的躲猫猫大赛，谁能躲过房东1个小时的精心搜捕，就能赢到20万卢布。节目组特意将场地设在猎人最熟悉的房子里，8名玩家想要赢必须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阿伟毫不客气地选择了主人的卧室，他将床板和物品全部移开，准备在地板下面挖个洞用来藏身。野蛮的操作，他是一点也不心疼房东的感受。主持人提醒他，如果赢不了比赛，可能还会倒贴钱修房子。阿伟自信地表示，手拿把掐不可能找到他。结实的混凝土地基很快被挖出一个洞口，然后将木板重新复原。阿伟躲进去，瞬间销声匿迹。队友帮他整理好原本屋内的物品。这一招老鼠打洞，谁能想到呢？光头哥在杂物间找到一个生锈的铁桶，他准备调整底部高度，用来伪装成装满油的油桶。主持人提醒他，光头太亮很容易暴露目标，于是帮他补上了头发。你还别说，确实年轻了好几岁。
他打算将油桶放置在仓库的门口处，于是向下挖出一部分隐藏身体，这样藏在狭小的铁桶里也不至于伸不开腿。主持人将头顶铺满机油，非常逼真又隐蔽的油桶谁能找到呢？老黑的想法非常超前，他将假人模特粘在身上合二为一，从上面看是彻彻底底的假人，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，而且藏身的位置还在屋顶，他能爬上来就很不容易了。乔治凭借身体的优势钻进了轮胎里，主持人帮他移动到杂物堆旁，然后用破旧的轮胎皮完全包裹住身体。乔治缩成一团也藏好了，杰克爬上茂密的树木藏进了树叶里，大叔藏在了汽车的引擎盖下，7号玩家披着一块黑布躲在了角落里，8号玩家则选择藏在废弃的柜子里。主持人帮他堆满杂物增加隐蔽性，所有人都找到了藏身的地点。房东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猎杀了，只要1个小时找到他们，奖金就归自己所有。这么熟悉的场地，再加上提前准备好的搜索装备，房东很有信心赢到比赛。他嗖的一下跳上了汽车，寂静的房子没有一点声音，这些看似凌乱又整洁的杂物应该藏不下人啊。房东在熟悉又陌生的地盘上一头雾水，他必须要找寻细节，被人动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痕迹。乔治和光头哥紧张到汗流浃背，房东没有任何发现，竟然离开了。他用力扯掉汽车身上的抹布，本以为车厢里可能藏着人，却意外看到了被拆除的硬件设施，然后准备打开引擎盖一探究竟。大叔在淘汰之前还吓了他一跳，房东来不及生气，抓紧时间继续寻找。他钻进泳池的底部翻来翻去，这里面空间很小，没有可藏身的物品。当他出去后一回头，竟然看到了晃动的树木。杰克费劲的姿势，双腿一直在发抖。房东快速跑过去将他救了下来。已经找到了2个人，还不算太慢。再次来到仓库翻找时，明显被堆放的痕迹让他眼前一亮，这里肯定被人动过手脚。他将手持相机伸进缝隙中查看，果真拍到了人影。乔治感觉不到危险，竟然睡着了，微弱的打鼾声还是被房东听见了。8号玩家和乔治陆续被淘汰了，房东找到了一半的玩家，信心倍增。他嗖的一下爬上了屋顶，上面只有2个假人模特，其中一个看起来怪怪的，摸起来还很软和。房东准备把它扔下去，老黑害怕，赶紧解释。主持人提醒他只剩下20分钟了。房东迅速回到房子里，用听诊器寻找声音。冰冷的墙壁几乎没有提示，剩下的3个人会藏到哪里呢？他很快来到了阿伟所在的房间，这听诊器一点用也没有，但是在窗台却发现了泥土的痕迹。他们到底做什么了，弄这么多土？房东在地板上来回踩踏，传出的声音明显不一样。难道地毯下面有人？阿伟藏无可藏，也被找到了。这时外面的天气开始变黑了，可能会随时下雨。房东决定启动热感无人机找人，很快就有了新发现。他跑过去将7号玩家也翻了出来，只剩下光头哥一人了。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天空中开始飘起了小雨，无人机也不能继续工作，房东只能围着院子重新找一遍。眼看暴风雨越下越大，他们全部跑进了屋里，比赛时间也结束了。光头哥没有被找到，他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